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的，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阚先生，49岁，来自辽宁；个体李女士，47岁，来自辽宁。个体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肯定是钱的问题呀。他背着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把钱全都弄没了，现在还欠着一屁股外债。我不怨他，我怨谁呀？我投资也是为了这个家，他怎么就不理解我呢？你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也想跟他好好过，但是说天天跟我因为这些事儿吧，吵着把火的，给我整的也挺上火，所以说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来这儿了。这日我肯定不能跟他再过了，他这些年屡教不改，现在还要把房子卖了，你说我还能跟他再过吗？这日子没法过了。你们两个人结婚多长时间了？25年了。孩子多大了？孩子今年24。哎，你们是创业的是吧？啊，对。那创业小经营业主应该挺有钱的呀。对，就是怎么说过了这么多年，这都是因为钱的事儿呢？就是2018年的时候吧，因为我儿子学的小语种，学的是俄语，然后我就给他送出国了。因为那时候在我们全市考了第1，成绩还可以，有出国这个机会，送出国他就不愿意。我可以这么说，我太不支持了，你知道吧？为什么？因为本身出国这个事儿，它不是简单的小事儿，你到外国去。人生地不熟的，对吧？万一有啥事儿，你说你到陌生城市，他也是不熟悉，那跟国外国内有什么区别呀？他是中国，他不是国际上。中国孩子到那国家可以适应的。我跟你说，老师啊，我跟你说，就因为这些事儿，就在家吵着多少回了。你们家孩子当时考上大学了吗？国内大学？国内没到考大学的时候，他高2就去了。没有参加高考。对，他是属于啥呀？直接又送出去了。哎，对，他是属于学的是小语种，到国外去进修，到那念1年预科班之后，在国外上大学。孩子自己想去吗？想去。啥想去？怎么不想去啊？那孩子懂的啥？孩子要不想去，为啥那么努力？能在咱全市考第1，怎么就不懂啊？所以这事儿一开始俩人就没达成统一，没有达成协议。我就感觉啥呀？咱们这个所谓的有钱，你只是在这个小城市有钱，你在外边你是算有钱的吗？其实我后来也是憋着没招了，也去了，也体验了一下，每天都在花钱。我去了10天，花了将近10万块钱。你在一个小城市生活，你知道人家大城市啥生活吗？我听出来了，你像你们俩去俄罗斯待了10天，花了小10万，小10万。其实你们当时钱应该是不少，后来怎么就没有了呢？这不是送出去之后嘛，然后不就想一个买卖，怕孩子咱也支撑不住这个经济这个状况，然后呢，我们俩又干了一个浴池，刚开始的时候也挺好。但是呢，20年你这不是来了特殊情况嘛，对吧？然后就这个买卖就干不下去了。但那时候我们赔钱，我们家也没伤害到经济状况，我们还是有积蓄的，还是可以支撑住的。然后呢，在这之中呢，他就说的有个朋友跟他说的，在网上投资，然后亏了10多万。那我不也是为了钱？你总说亏了的。刚开始不也是挣了吗？那你要是不亏这笔钱的话，咱现在是不是够用啊？你要是不亏这10万的话，咱最起码这还是不是够用钱？一个月刚开始预计是1、2万块钱，后来就2、3万块钱，那1年下来就40、50万。他去投这个钱，是不是也是出于？对呀，我也是出于这家的考虑嘛。他刚开始他这都是背着我的，因为之前嘛，他跟我说投的时候，我说行可以，咱拿1万、2万的你就投吧。然后呢，你说他背着我到外边把这货款要回来了，要完之后他把这钱就偷摸投了，赔没了。然后我管客户去要账的时候，人家跟我说你老公已经把钱要回去了，收条给我拿出，我一看回去跟他说，你总说我偷着的，我干啥了？我偷着。不是他这一波他大概赔了多少钱？赔了10多万。到这个时候你们是赔了一个浴池，然后赔了一个投资，对吧？对，一共加起来当时赔了多少？有30多。有欠债吗？这个时候还没有欠债。那时候还没有。那特殊情况的时候，孩子一直在国外待着吗？对，在国外待着。然后后来嘛，这不就是谁家孩子能想扔在国外呀，都得往回弄。孩子回来吧之后，就机票那时候也是一票难求嘛。然后就这机票吧，咱也是花了10多万，就是一共孩子弄回来之后花了15、16个。然后这个回来之后，你说老师，我不是说别的，这回来咱就踏踏实实，咱们过日子，对吧？你头一起赔了，他跟我说以后不干了，是吧？咱们好好过日子，把咱这个店好好经营起来，是吧？我们这店还是盈利的，还是有固定客户。
然后因为有厂子嘛，这样不挺好的吗？然后他自己又私下里又投了能有24、5万吧。刚开始吧，头2个月啊，一天能进个1800块钱，后来2、3个月之后就没啥钱了。说是几年之后就能给钱。我跟你说，但是现在他是说10年以后的事儿，这就被骗了，对吧？对，被骗了，其实也就是被骗了。这个钱从哪来的？24万？这个就是我自己之前嘛，我结婚之前有那个自己的房子，我把房子给抵押了。你咋这么能那啥？你不是把那货款又要上来之后，你又从那个亲戚朋友借的吗？不是，我跟你说啥意思啊？就说你咋说，我这个钱我要赚着的话，我还能补上。你咋总纠结这些事儿呢？他总是背着我，把那货款就偷摸就都弄回来，然后要回来之后，他把这就自己私自就把这钱就给我投出去。其实这个事儿，他跟我念上之后，我说了不行，因为咱第一次已经失败，不可能再去上第2次当。我说咱不能再上当了，然后咱们也别想争那份钱，咱们俩就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咱们俩把这买卖干起来，咱们就脚踏实地干点实体就完事儿了。不干完，然后自己又偷摸又把这个投了。其中管别人借了多少钱啊？24万。他借了得有14万吧。也就是说，你们到那个时候为止，就是欠了外债14万了。还有其他的投资吗？然后这不是把孩子弄回来了，然后他这亏钱了，我给孩子也是在沈阳，然后在我们那边就是给弄个专科学校，因为本科肯定念不了了，没有文凭嘛。不是回来能继续上网课？那上网课就上了半年，然后就不上了。人那边是啥呀？不上学校来正式报到来，你根本就是网上学历根本就白扯。哦，人家就不给你这个名额，学校的名额了是吗？就上了半年，就是半年是因为啥？咱的学费没到期，他这半年在网课上上的，上完之后学费不给咱了。我觉得你们这个留学也是被人骗了。当时整个特殊情况的时期里面，其实是最容易拿到学位的那段时间，因为如果是一个正规的、正式的，在我们这边留服系统可以认证的一个学校的话。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也得承认啊，你说他被骗了，你也得承认，你在这个事情上可能也有一些被骗的可能性啊。后面还有别的投资吗？就是对你让他回来上了一个大专，对吧？一个专科学校，只能上专科了。现在毕业了，然后现在在外边打工呢。就是在这其中吧，他也跟我保证说的是，那下次我也不再投了哈，就这么保证，那么保证的。然后呢，他这个去年又上的股市，以前我也玩过，也接触过。投了多少啊？这是反正也是20多万吧。这就是你那套房子给抵押了啊？是。对，现在一共欠外债多少钱？得有50万了。这怎么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变成这个样子？本来是说有收入的，而且是有存款的啊，日子过得咱不说怎么好，但是说最起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吧？但是说现在总抱着这种侥幸心理，总是想一夜暴富，哪有这么那啥的？就这样日子，你说还能过吗？有计划就是这个50要怎么还吗？这个事儿吧，我也跟他沟通过，我想把那个房子卖掉，还这个欠款。这个就是正规了，就是也不是什么涉及到什么投资风险了，就只不过把这房子变现呗。我们俩我已经都奔50的人了，我跟他现在居无定所。你说本来很好的日子，然后现在变得房子都快没了，我这日子我还能过吗？你说？那你说为啥？我说不同意把孩子送出去，你说别往回倒了，孩子现在人都回来了。不是，我就说那意思，这根儿在这儿啊。我问你们，你老公想要把这房子给卖了，然后变现去还钱，你是坚决不同意卖这房子是吗？对。你不同意卖这房，你有什么还账的这个策略吗？他要是把这房子卖了，我也不能再过了，因为家里边什么都没有了，我还跟他过啥呀？是你们现在住的房子是吗？对，就现在就这一个房子，而且现在还面临啥呀？因为就是我儿子现在不也大了吗？现在就处了个对象，去年6月份吧，两家大人见的面，见完面之后呢，因为就是我们东北那边得打彩礼，当时呢答应给人15万，咱没有钱嘛，然后我就先给人拿了5万。给人家父母商量的，我说的这样，我说我先给你拿5万，结婚我再把那10万给你补上。然后年前的时候，我儿子他俩就闹了点矛盾，他俩就商量要分手。就这女孩回家了之后，我儿子过年都没去找她，就不想过了，就说那意思他就不想搞对象了，也不想成家了，他对婚姻有恐惧，你知道吧？他说现在就你们俩现在这么天天的吵吵闹闹的，妈我害怕。他跟我说了，说妈，我不想再结婚，我不想踏入这个婚姻了，我就感觉自己待着挺好的。他现在都有恐惧了，你知道吧？就现在孩子都造成阴影了，而且现在还要把房子卖了。我是为啥呀？我也不是说去上外败家了，
你说他这不是败家是啥？你这不败家是啥？我投资刚开始跟你说了，投的是啥？这要是投实体，我二话不说，咱赔多少我都认，你知道吧？主要你投那咱摸不着看不着。我再梳理一下，你是连续3次背着你老婆在外面借钱或者拿你老婆不知道的货款去投资，对吧？对，是连续3次，对吧？而且连续3次都赔了，对吧？对。你说这不是败家？但我认为败家就是五毒俱全那种啊。我不是说他认为败家就是那种，就这种都不算败家。你出于一个好心，但是去做一些你完全不懂的事情。是，那倒是。就好像你是一个没有驾照的人，你说我好心，我要挣钱，我要去开个货车，你一上路你就出事儿，能干吗？他不能干嘛，对吧？那孩子的现在的情况是分手了吗？我儿子就非要分手了，就不想。不是说不跟这个女孩了，就任何女孩，她现在都不想。彩礼钱要回来了吗？就是因为在我们东北那面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是男方提出来了，这钱人家女方是不退的，也要女方提出不干了，然后这钱是可以给退回来的。又赔5万，又赔5万，又折进5万，就这样。这个也够败家。因为现在这个5万，说清了，那是我们俩造成的，这不是说他一个人造成，是我们俩造成的。这不是你们2个人造成的，因为我们2个人有矛盾，跟你俩有啥关系？给孩子造成阴影了。是啊，你儿子又找了个借口。哎呦，你这个当妈也不会当，真的。对，儿子知道你们家里这个负债的事吗？知道。那可不。那你听听露西老师的意思。你儿子要知道你们家这个情况，就不应该给那5万块钱彩礼，我干脆就不结婚了，哪有这样？今儿来这儿，你们想让我们怎么帮你们？我就想，就是现在已经因为钱这事儿，已经影响到我们2口子，就他所说的要离婚了。但是我还想好好过。你说想好好过，咱怎么个过法？得说吧。那我现在你的方法是啥？不是，稍等一下，如果离婚的话，这债务怎么分割？你有想过吗？分割那也只是1人1半呗。这里面没有夫妻共同债务吧？你是背着他做的投资啊？背着他的呀，只要你老婆没签字那个钱是你借出来的，那就是你的债务，我跟他没关系。所以这位先生，你想清楚了啊！你在动用这个资金的时候，你不经他同意，这里好像没他什么事儿。但是背上债之后，你说有他1半，你琢磨琢磨。但是我不想离婚，我主要是我就是问你，如果离婚怎么切割这个？就是看你的内心呢。我揣测一下曲总的意思啊，他其实是不是想问他，你有没有勇气去把所有的债务一个人背？他没想过，但是我肯定敢。那你试试。敢？你刚才怎么不这么说？那你试试。你不想离婚，对，就不想。你说你的改变，但是这些吧，我也想到过，其实之前这几年确实。你现在不要忏悔，我要的就是你告诉我方法，接下来我要怎么做。你得让他听见，我们才能帮你啊。他想先用这个债务把他捆住。你是这么想的吗，先生？还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其实这些事儿吧，也没考虑太多，你知道吧？那女士，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不想跟他过了。你现在决定要离了是吗？就是之前的时候，他也是投资失败之后，他也向你保证，就是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弄，你知道吧？我现在有点。我接受不了，因为我也是快50岁的人了，我不可能说前半生怎么地咱不说，但是我后半生我不能说居无定所的，对吧？我不能说去租房子。所以您的要求就是不能卖房，这是我的底线，是吗？对。我们先问问今天同样来求助的韩先生和李女士有啥想法？这大哥确实可恨，但是回归到我个人，我同情这大哥，理解大哥，甚至换了是我可能也会大概率做出同样的操作和动作，就是我也是想去挣这个钱，机会摆在面前，我肯定也会想去挣。我反而还是比较同情这个大姐，因为这个大哥有点太像我男朋友了，所以我就特同情我大姐啊。哦，怪不得他说他大概会这么做呢。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有什么好的方法。其实你们2个人现在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词是被动。我说这个被动是相互的，不是只有你委屈，他被卷入到今天这一步，他也是被动的。你们2个人其实性格好像，你曾经是那个制造风险的人，承担着这么大的经济压力把孩子送出国了，你做了这个决定，他是被你被动的卷入到了这个压力里。说的好听你叫投资，说不好听你这不就是一场赌吗？那个时候你控制风险，结果现在你在制造风险。
那个时候的你制造风险，现在反过头来你要控制风险。他所有的赌的背后，是因为你曾经的莽撞，他在替你想要去承担这个风险。他没有跑，他所有的赌都是为了填这个窟窿，他想赌赢一次。所以这一切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就你们俩刚才说话的时候，谁也不给对方留气口，一定要抢着说，你们真正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表达情绪？我能理解你们现在摆脱不了困境的这种无力感啊，但是现在真正摆在你们面前的是破局的方法，而不是彼此埋怨。如果你们真能扛过现在这一段，共同成为盟友，找到一个破局的方法，解决问题还债的方法，你们以后的婚姻一定会特别好。但如果你们过不去，可能就趴在这儿了。我觉得刘老师刚才说的有道理啊，就是起因嘛，肯定是因为出国留学这个事儿起因。但是呢，这个丈夫你做一次我还能承认你是为了这个家，你连续这么整3次是吧？那就完全是个赌徒心态了。从回到原点来看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中产返贫的案例。你希望孩子能够向上，形成了很大的焦虑，所以一定要把孩子送到国外。而送到国外这个其实是超出你们的经济负担范畴，而且你也并没有真的把这个事儿给搞清楚，因为这个东西整个操作的流程不是特别的对，包括最后15万买一张机票把孩子运回来，我认为这里面有很多不理性的东西在里面。这是第一个，这是妻子的焦虑所导致的。第二个，丈夫的心态的失衡来自于你们花了20年的时间，可能就攒了一套房和几十万的存款，然后你突然之间发现这个钱是完全不够孩子将来所用的，这个时候你又觉得自己没有那20年去赚更多的钱，所以你的赌徒心态就出现了。你就想着我要赚快钱，问题在于你忘了一个事儿，你所有投资的这些东西，其实你上网搜一搜，你都能发现它是个骗局，你连搜都没搜一下。所以这就是一个赌徒心态，你们谁都不用说谁。我跟你说，你们2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你们2个人丢掉了你们年轻20多岁出来创业时候的初心，靠的勤劳嘛，起早贪黑嘛，一点一点的做生意，一点一点的攒客户，才攒出的这份家业。但现在你47岁，你突然之间我可以一夜暴富，你20岁都不能一夜暴富，你凭什么在40多岁一夜暴富？我建议你们啊，老婆在家继续经营这个5金，你出去打工，2笔钱合成1笔钱，如果儿子有能力，把儿子也放出去打工，3笔钱合成1笔钱，4年时间我算了一下能还清。如果你们一家3口人愿意一起努力的话，那个时候回过头来，你儿子包括老公包括你们这个家未来还是有前途的。这个就是要同心协力，然后要真正的去面对这个事儿，面对债务，面对所有的债主，告诉他们我打算以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来还你们钱。面子肯定是没有了，你们现在要翻身，唯一的一件事还是不怕吃苦。谢谢陆琪老师，解决问题啊，就找陆琪老师会特别的通透。所以呢，如果现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也想找陆琪老师帮你们解决情感问题，或者帮你们的情感指点一二的话，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我们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标明你自己是我们爱宝的忠实粉丝，你会收到陆琪老师送给你的新人礼包。我说几句有点扎心的话啊，可能对于李女士来说不太爱听。儿子养废了，老公不同心。为什么我说儿子养废了呢？他完全就是在依靠着家里面，没有自己扛事儿的这个能力。明知道家里已经是这个状态的情况下，还要提出这个彩礼钱。所以你儿子肯定也是一个从小知道自己家庭优渥，因为在你们那个城市能送出去的人不多。所以养成了他一个觉得我还是那个大少爷的那种感觉，你们从来没有跟你们儿子认真的谈过，所以造就了他今天逃避的一个心态。哎，你儿子知道你们欠那么多钱吗？知道。那还能给5万的彩礼啊？所以这不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吗？理解过父母的难处吗？为什么？这也不赖你儿子。
因为你们全都把他挡在后面，你们肯定告诉他，大人的事儿你别管，跟你没关系。这不说来说去都是你的问题吗？先生，我觉得现在马上要到了50这个大关，两个人都处在一个身体有可能会亮红灯的时候，再加上你们现在这么多的事儿，情绪会非常的不稳定，会造成身体有一些可能不好的地方。谁给你伺候病床啊？啊，你指望你儿子呀？指望不上。指望谁呀？还得老伴儿呗，对吧？所以听老婆话，你老婆现在让你踏踏实实的该干嘛干嘛，不再耍这些小聪明，你们这个日子才有可能过到一起去，你们这个问题和困难才有可能解决。否则你继续一意孤行，继续在想着我外面借着，我瞒着他，我告诉你，你会赔的更多的。我用一个字儿来说明你们的现状吧，慌。你们现在慌了，赶紧把这窟窿补上，赶紧把这事解决了。只要有钱了，就一切都没事了，是这么想的吗？对。越慌，越容易干烂事儿。越慌，你越想着去挣钱，越想投机。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跟你讲，先把儿子戒了。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给儿子已经没有任何的帮助了，放他一条出路，让他自己去经营自己人生去。家里的情况这个底儿他都知道了，对不对？自己去赚钱去，打工去，结婚娶媳妇儿，人生规划自己看着办吧。现在家庭就这样，不要再想他了。为什么？如果你们两个再想儿子结婚的事情，如何再拿彩礼，你们还会更慌。第二件事情就是基于你俩的情况，也别改了，改不了。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们看啊，就是现在脚踏实地，要从头开始，大方向上要形成一票否定权。如果这个大方向卖房子，有一方不让卖，或者干什么事一方不让干，这不要干，干就赔。大方向一票否决权，过程不干预，各自分工。刚才那个是陆琪老师说的吧，就是两个人不要干一样的事儿啊，分开干。基于你俩的性格，不可能都达成共识，在大方向达共识就完了，小事上你们分开，过程不要干预啊，看谁比谁挣得多。这样下来啊，兴许有可能。还有，你们现在把钱放在生活当中第一位，不是，钱不是万能的，你们把快乐放在第一位，先有快乐才能有钱，而不是有钱了才快乐，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们两个人到现在还没活过这个感觉出来，这个节奏下去依然是争争吵吵，那还真不如就断了。但是你们想好了，今天这个决定不后悔就完了，千万不要翻后账，往前看，这个是你们要解决的。没关系，50岁现在从开始干，这点钱真不是事儿，但是闹下去，未来一定会出大事儿。我现在重点谈理性，这会儿别谈感情，谈感情说不清楚。哎呀，我这次背着你投资是因为我为咱们家好，乱了。你们俩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侥幸心理。同样的，不光老公有，老婆也有。你们对儿子女朋友先拿5万，之后再拿10万，连这5万都是借的，隐瞒吧，侥幸吧，你们俩挺像的。你觉得你这么一隐瞒，即使到时候那10万彩礼那借给凑上了，后来当对方知道了你们这种隐瞒行为的时候，请问你儿子的婚姻能幸福吗？现在你们需要的不是感性，需要的是理性，认清现实。以前你可以做到说10天1天花1万，对吧？现在做不到了。你不要守那个房子了，那个房子里面有多少是债。所以我出的招就是狠招，我们要刮骨疗毒。如果这个房子没了，这个房子卖了换成钱，我们先把债还了，我们留生活费。请问你老公还惦记这房子吗？所以现在我们就没有房子，那房子得卖，按我的观点就得卖，这房子留着，你老公那心就一直惦记着。那么多债呢，你拿什么还？现在还得起吗？当没有这个房子，还了债了，你们想一想，你们的第一桶金是靠什么来的？踏踏实实的，诚诚恳恳的，
坦坦荡荡的挣来第一桶金。不要说，哎呀，这么老了没有房子，那怎么办？我们要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跟孩子说所有，让孩子也担负他应该担负的，或者说他现在就是管好自己，就是对你们最大的一个分担。没了房子你们还闹什么？没了钱还投什么资？对吗？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然后真正能够觉醒到我们踏踏实实才能过好日子的时候，好日子才能来，否则都是原地不动的吵架。接下来你们两个人坐那儿想想老师刚才说的话我们交换一下位置，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组嘉宾。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韩先生，36岁，来自内蒙古，医疗公司运营；李女士，31岁，来自内蒙古，自由职业。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对方有什么问题？他太物质了，花钱大手大脚的，把我当成自动提款机了，我只能同甘，不能共苦。他离有娃大我5岁，他之前答应我宠我爱我，但他现在反悔了，觉得我拜金了，还不给我提供情绪价值。你们的感情还能继续走下去吗？如果他能再务实一点，不要对物质有那么高的要求，平平淡淡过日子，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我是想要和他走下去的，但是他要多浪漫一点，多爱我一点，多夸夸我，不要总是斤斤计较的。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大概听出了你们两个人的现状，你们两个人现在是情侣关系是吗？对，是。男士是之前有过一段婚史，并且有孩子。对，是的。女生是之前没有结过婚。没有。你们两个人现在相处多长时间啦？快2年了。是怎么认识的呀？之前工作认识的。他之前是在我们公司实习，毕业了之后他就回老家了，后来又过了1年回北京找工作，我就帮着忙前跑后托关系，然后联系多了，慢慢就在一起了。所以姑娘，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他是结过婚有孩子是不是？没，我当时是知道他离婚，但是我并不知道他有孩子，后来我们是真正在一起之后我才知道的，所以我就感觉受到了欺骗。你有明确的问过说你有没有孩子，然后他回答说我没有。对，我问过，然后那会儿我问他，他说没有，但是我们真正在一起之后，有一次我看到了他孩子的照片，我才知道。在我的认知里，当时就感觉判给前妻了，我是一个人，我就说成没。但是起码要告诉我一下嘛，连告诉都不告诉。您的认知是这个没有孩子。这个是我不对。来，今天为什么而来？刚开始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还挺开心挺快乐的，后来就是时间长了，慢慢的发现他性格受不了，越来越发现他矫情事儿多无理取闹那种感觉。另一个就是花钱上面大手大脚的控制不住。有多大手大脚？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比如我现在只有1000块钱，他会去想要2000块钱的东西。就大概这个意思，就是说难听点有点那种拜金的意思，把我当成提款机。我还拍了一个照片，就是这只是一部分啊，家里很多旗袍啊、包啊什么的东西。这看着也不贵啊。根本不贵，因为我就让他买过2次，他竟然这个也说，就是而且什么叫拜金呀？如果不是他来追我，我压根我都不会跟他的。是他一开始承诺说啊，男人赚钱养家，女人。他总共给你买过2次，花了多少钱？也就3000多吧。2次加起来3000多。也不算太贵。这个玩意儿也没有去记过账，具体是2000还是3000，它就是一个。那你说个数字，你要觉得他说不对。我之前工作每个月大概是能挣1-2万，刨去我的一些生活的固定开销，基本上就都花在他的身上了。什么出去吃喝玩乐呀什么的都没让他花过钱，都是我在花啊。开始追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作为男人嘛，很正常。你认吗？他要说他赚2万。除了他自己的生活开销，其他钱都花你身上，你认吗？我只认可一部分，因为他只有追我那会儿就特热情，然后但是追到手之后就感觉一下就冷却了，然后这种前后的反差让我特难受。我爸妈还说呢，说图他岁数大呀，还是图他离婚带娃呀，还是图他说我进门给他当后妈呀？就是你吃了这么大的亏，你为什么还要选择和他在一起呢？因为他就是一开始真是特别特别好对我，然后个子也还算可以，我比较喜欢个子高一点的。那你能接受他有过婚史有孩子这件事吗？你要打心底的
给自己一个确信的信号，就是我到底是不是能接受这件事儿？其实我是有一点点介意的，但是他就是一开始确实是挺依着我的，我还是挺选择他的。那如果比如说面对他和他的前妻需要接触，需要比如共同去陪伴孩子什么这样的情况，你能接受得了吗？哎呀，说这事儿就是他上次就是他背着我和他前妻去约会去了，然后他就跟我说是跟他儿子去过生日，但是他3、4天都没回来。然后我就无意之间看到那个照片，我才知道还有他前妻，然后我就质问他，他才承认的。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叫上我呢？你这不是脚踏2只船吗？因为我特别害怕他和他前妻旧情复燃了。他就老这样疑神疑鬼的，这老是觉得跟前妻有什么，明明知道我只是看孩子，他老是觉得跟前妻有什么不清不楚的。那你确实是一起出去玩了吗？带着孩子，那肯定前妻就正好也跟上了嘛。那为什么不带上我呢？哎呀，我这愁死！他那边有他孩子，你去算啥呀？咋介绍你呀？就是我，咱说点现实的事儿行不行啊？无理取闹嘛，是不是就是？你们去旅游怎么住啊？这肯定他跟孩子住，然后我自己住，因为我还要工作，所以我顾不上全程24小时陪着孩子，孩子还小嘛。你有证明吗？这是2间房的这种证明给他看不就完了吗？但是我就怀疑他是不是就是一起住了，因为他也不跟我解释。这不是很简单的、特别直接的一个顾虑吗？我可能觉得什么证明都准备好了，反而才是做这些信息，就刻意的去准备。这可不需要刻意啊！你给酒店啊，让他们打一个这个证明。那没问题，没问题，可以。我问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啊，你每个月工资是1、2万，对吧？对，你是孩子是归前妻是吧？对，所以你每个月要打抚养费的，对不对？对对。你知道他打抚养费的事儿是吧？我知道，他每个月规定就是1500，但他每个月都会给2、3千这样，然后他多打的这些个，我感觉都应该就是花给他前妻了。是花给前妻了还是花给孩子了呢？对呀，没事找事老师，而且也不是每个月，这有时候孩子可能是生了病了，或者是这个月要报个班了什么了，有应急情况了，多给了点，或者是而且有一个前提是我那个月挣的多了，我业绩好，可能挣2万了，多给了点。业绩不好的时候，我也没说我们两个，比如说吃着馒头啃着咸菜，我把钱都给了那边。他跟他前妻那个信息也很暧昧，就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说了啥？他有一次就还叫他老婆呢，但是我就制止他了。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他非以为这么说了，没有，怎么可能啊？他那次喝多了，然后语音说的，他都忘了。现在女生你的要求就是他少见前妻是吗？就起码带上我见他嘛。这样让我安心一点，我感觉。带上你就他带孩子出去玩得带着你是吗？最好嘛，我感觉还是可以嘛，这个要求啊。你还有啥要求？他就是起码对我坦诚一点嘛，就是说他其实是送外卖的，但他没有告诉我。后来我朋友逛商场的时候才发现他送外卖，然后我去质问他，他才跟我说实话，他说他失业了。他都不跟我说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有啥好跟他说有啥用啊？说了能给我找到工作吗？能给我发工资吗？那时候是1、2万1个月吗？怎么突然失业了？去年业绩不好的时候，然后公司裁员失业了，说这跟他说有什么用啊？这不是徒增2个人的烦恼吗？不对呀，所以你为什么离婚啊？之前是不是也是因为不跟人沟通啊？之前我是开店的，负债很多。哦，我觉得男人该扛的责任就应该自己扛起来嘛，不能什么都跟家里人说了有什么用？那你现在的情况呢？现在是有找到了新的工作吗？对，刚找到，但是远没有之前的收入高，所以他就有点嫌弃我，扭头回家相亲去了。你这让谁听了不来气？老师，这个我一定要解释一下，其实这根本就不算是相亲，就刚好那会儿就是说我回老家一趟，然后我爸妈让我去吃饭去，我压根不知道那儿还有个男生，然后我跟那男生啥都没有，就是吃顿饭，然后也没留微信，也没留电话的，然后到他这儿他就受不了了。姑娘，你好好说，你是不是相亲去了？这个不算是相亲，我感觉我只是说跟他吃顿饭而已啊。这你看扯得清吗？这啥？你好好说，你是不是相亲去了？你们2个人啊，现在让我特别难受、生气的就是，你们为什么老是顾左右而言他？就是咱们是什么就是什么，对吧？那边有孩子，非得说啊，没跟着我，没跟着你就不算有孩子的人。你一个有孩子当爹的，怎么说能说得出来我没孩子这句话？这边也是，明明是去相亲了，怎么了？我就是相亲了。我那会儿也有点赌气的成分，所以是不是相亲了？算吧。
你爸妈是不是不喜欢他呀？我爸妈对他特有意见，因为就是说他那个年龄比我大嘛，然后还离婚带个孩子，就怕我跟着他。你们聊过结婚的事吗？对对对，后来聊结婚的时候提到那个彩礼，一口气要28.8万，然后我说了我现在这个条件拿不出来，能不能缓一缓？我有能力去挣，我之前偿还债务的时候3年也还清了40-50万的债务，我有能力去挣，他们家不干。这就是难为你的，知难而退。我还在争取，我也在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每天我2份工作，白天一个，晚上或者周末休息，我都会去做兼职。为了凑这28.8万呀？这不为这个，我也会为了他，我也会努力工作呀。这个，其实我妈只是想要一个保障而已。就我叔叔家，他们家嫁女儿的时候，然后他要了30万，人家男方也是给了，为什么到咱们这儿就不行呢？这种事儿有啥好比的呀？人家有钱要了30万，我这现在条件确实不好，非得去比。这不是你找了个没钱的吗？因为他之前很有钱的之前现在哦，你们2个人是不是在这个消费观上有一些不一样呀？有一次就是我做了一个特别好的指甲，然后他说：“哎呦，你涂的跟油漆似的。”然后我画了一个就大地色的眼影，然后特好看，就布灵布灵的。然后我是非常喜欢的。然后他怎么说呀？他说你画的跟孙悟空似的。他说就乱花钱这样。他那指甲确实味儿大，我也是担心涂在身上对身体不好，我也是出于关心。他就到这儿就成了哎呀乱指责、胡乱猜想。还有那画的那些妆，有时候可能是不得当，或者是我欣赏不来，花花绿绿的，不3不4的。我就是多说了2句，他就不干了，不高兴了。哎，我真忍不了了，画个眼影就花花绿绿，然后是不3不4是吗？你平时说话也这么口不择言的就去评价吗？不3不4这种词都能用上？不会，这可能是在气头上，可能是正好当时心情不好，这个怪我，这个怪我。但是你是这么说了是吧？对，是说过伤害的。对，我当时还挺生气的。就是现在哪个女孩不化妆呀？所以其实你们2个人还有很多事情不同的看法，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女生觉得这件事很有必要，但在男生看来就没有必要。我感觉他生活上也特别无趣，就比如说我们是恋爱1周年那会儿，然后我做了一个烛光晚餐，我买了蜡烛，然后买了牛排，我就希望他能够亲亲我呀，抱抱我呀，起码就是说唱个歌也行。其实我那天已经给他买了一个礼物，是一个腰带，但他啥都没给我准备啊，然后就让我很生气啊。我说这么有仪式感的节日，你为啥什么都不准备呢？那段时间正好是失业那段时间，心情很烦，很焦虑。而且也是在忙着找工作、做兼职，可能忽略了他。而且再加上我岁数也有点大，可能平常确实不太能跟得上他这些什么小惊喜、小确幸的节奏啊。等会儿你36岁哪儿大了？我理工科出生，比较枯燥吧。女生，你想嫁给他吗？我挺想的，其实。你有能力去说服你的爸妈，让自己嫁给他吗？我有80%，我就感觉我能说服他们。你做好当后妈的准备了吗？我跟他儿子见过面，我感觉他儿子挺喜欢我的。你未来跟他结婚要孩子吗？要，肯定要，会要。我也想要。所以你真正能接受这个男人是有过婚史有孩子这件事情吗？我接受。你不接受，我待会儿告诉你为什么。我问男生几个问题啊，你真的要娶这个姑娘吗？现在动摇了，迷茫了，所以来求助咱们各位导师。姑娘，你要不要改你的答案？你从来没动摇，还是想嫁给他？对对，我是个死心眼儿的，我就想跟定，就是这样的。我们先问刚才我们第一组的那个嘉宾，有啥建议跟他们说说的？其实我也挺同情这个女孩的，因为毕竟她想要这种安全感，别欺骗她，要足够的爱。女人嘛，就需要这种的。我很理解这老弟的心情啊，其实他也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而且很会吃苦，但是面对现在这种选择吧，我也感觉他好像也动摇了。我很理解他现在的处境。好，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有什么建议。其实你们2个人的要求在根儿上就是冲突的。女孩你要求的，无论是她去带孩子也好，她去和前妻见面也好，很多事情你的要求是我要在场。但是男生你真的太骄傲了，你的那个骄傲换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你一直挂在嘴上的那一句你在场有什么用，听起来好像你一个人有能力要去面对你经历的这些压力与风雨，但其实
你满足不了他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最稳定的那个基本需求。两个人一段稳定的关系是要彼此在场的。我觉得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又要照顾孩子，然后又要照顾你前妻的感受，又要给他们的生活提供一些原本计划之外的资助，又要给他足够他想要的那个生活的物质支持。但是你的能力能不能够得到？不说你以前怎么样，也不说你的本事如何，就说你现在够得到还是够不到？够不到。但是你又什么都想够到。我就跟你讲啊，打肿脸充胖子这事儿是没有办法获得任何一段稳定且长久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很坦然的去面对自己现在的这个处境，并且让你现在这个处境，你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允许他在场，你不要不相信他。他真正吸引你的那一点，其实恰巧就是你经常挂在嘴上的这些东西，他在搅动心如止水一潭死水的生活。你太平静了，你在这个舞台上基本上你的表情都没有大的动荡，所以你需要他来搅动你。他吸引你的地方啊，我觉得真的不是什么多金呀或者怎么样的，他吸引你的地方就是你太不稳定了，所以你需要找到一个情绪也稳定的，能力也稳定的，并且遇事能扛的人，这是你们两个人真正互相吸引的底层逻辑。所以你说我看不看好你俩？我看好你俩，但是前提真的是你要允许他在场，并且他哪怕贡献那么一丢丢的力量，你都要认同他。但是女孩你要知道，有好多场景你不适合在场，这个边界你不能越，分寸掌握不好，对于你的关系就是破坏性的。姑娘，你是在跟一段幻觉谈恋爱。我帮你问一下啊，来，韩先生，你有负债吗？我们都说实话啊。还清了，过去3年我一直在还债啊。过去3年欠了多少钱？50，欠了50多万是吧？ 50，对，50。你知道他欠过50多万吗？我只知道他欠债的具体多少，他没跟我说。不知道是吧？嗯。你不知道他欠了50多万对吧？啊，好。你有房子吗？没有。你孩子多大？今年10岁了。这个孩子你打算给他留多少钱？法院。如果别说法院，孩子要上大学，你给不给钱？打比方说，这个孩子要出国留学，1年要花60万，你承担30万，你承不承担？量力而行，我不会说砸锅卖铁了去凑。对，但是有的话你会给，对吧？对。姑娘，你听到了啊？他将来在孩子身上是会花钱的，后妈没有你想象那么好当。好，后面如果孩子要结婚要买房子，要你出点钱，出不出？会出，也是量力而行。今天孩子他妈生病了，说爸，你来帮我照顾一下，去不去？我会去帮他去找朋友，他的朋友也好，我的朋友也好，甚至去雇一个人。啊，我可以帮忙去照顾。哎呦，我的天哪，你怎么？不是，你去帮忙照顾他的前妻。对，我能做到。男生，你打算如果可以结婚的话，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之前是打算这1年就结婚啊，1年内结婚。1年。但28万8是一定凑不出来的，对吧？对。所以呢，你是打算减少彩礼，还是说打一个欠条？减少加欠条。啊，减少到多少？10万以内吧。8万8，是吧？你看我数字帮你算好了，8万8，8万8，你觉得你家能接受吗？你能接受吗？我能接受，我估计我妈肯定不能接受啊。你妈不会接受怎么办？那我希望她能去，就是说去。那现在很简单，第一个8万8，8万8，他事实上他现在是没有的，因为他刚还完50万，他现在打2份工，为什么会打2份工？他在拼命攒钱中。为什么我能判断出他一定欠钱？他天天拼命打工，他是有原因的。他是告诉你说还完了，是已经还完了，还是今年马上就要还完，这还两说呢。但是我今天就不跟他纠结了。但是就算8万8，他现在是拿不出来的，他也得攒1年，才勉强可以攒出来。攒出来之后，他结婚的钱也是没有的，房子也是没有的，而且这个房子在3年之内都不会有。然后你根本没有想过他将来要在孩子身上花多少钱，你也没有想过如果他将来买了房子，这套房子里面可能会有他前妻孩子的一部分，你都没有想过。这些是你未来要面对的问题。你觉得说啊，你前妻生病了，我可以来帮忙，你怎么知道他前妻对你的态度怎么样的？他前妻可能在那边对你破口大骂，
可能说你是抢走她老公，可能她的儿子未来对你态度非常的恶劣，而且有可能会住进你家。姑娘，落回现实思考这个问题，将来这个孩子真的是有50%以上的概率跟你是一个屋檐下的，那个时候才叫当后妈，不是现在做个阿姨。谢谢陆琪老师。我觉得有很多恋爱脑的女生真的应该找你好好聊聊。就是陆琪老师经常能一语中的把这些恋爱脑的女生给她一下子点醒，让她们的美梦破灭。因为这个梦它就是一个幻觉，就是一个泡影。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也想找陆琪老师去指点你们的感情的话，现在就打开微信去搜索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记着要标明你是爱情保卫战的忠实粉丝，因为你会收到陆琪老师送的新人礼包。就是反正在我的概念当中啊，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姑娘啊，当我知道这个男人拿孩子这件事情欺骗我，首先他跟我撒谎了，第二他偷换概念，这个人我是坚决不会跟他相处下去的。所以他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去留住你的心，去留住你的人，去想追到你，不择手段的去追求你，为了让你跟他谈恋爱，你觉得这人你敢嫁吗？所以我说，破了底线的事儿，如果你接受了，那么接下来所有的事情你会一破再破。所以他会瞒着你，带着前妻和孩子去旅游啊，但是他的概念是什么啊？我就是带孩子的，他可以当前妻不存在，他都已经当孩子不存在过了，那前妻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未来你会经历一件又一件类似的事情，他都有他的说辞，他的说辞是，我的意思是孩子不跟着我，我的意思是他妈妈只是个随从，我的意思是他永远有他解释这个谎言和扭转这个局面的方式和方法，你只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接受，因为你一旦嫁给了他，你再想抽身出来，那是一段剧痛。首先呢，女方你要考虑一件事情，这对所有人的，一个带着娃离异的是需要一个更强处理关系的女性才能去应对这段婚姻，是走下去的包括勇气和能力。但显然你目前看起来难度太大了。你的这个情况你想过没有？你现在不走是因为什么？还留恋什么？拜金他也没有，他也不是金。但是我告诉你，你不拜金，但是因为他缺金，他绝对会影响到你的情绪价值。他累了，他烦了，他现在压力很大。但是呢，我想说这姑娘还是很重情的，钱也没有，你还带个娃，处理能力还弱，情绪价值你现在也不够，但是人家还愿意跟你，就这样他也不珍惜我，对吧？我感觉，所以说呢，我倒觉得这件事情吧，你要给人一个痛快，不能那么吊着。如果真的没有能力了，痛痛快快的说，实在对不起，我现在满足不了你那个要求，要不然就什么呢？要会沟通。你现在的状态刚才什么呢？大男子主义，我该扛，好像听起来还想标榜自个儿，但其实不是的。女朋友说得很清楚，可能你一时半会儿会沟通成本很高，但是她需要去面对这些复杂的事情，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未来你的妻子。她如果不能处理这些复杂的事情，还让她这么单纯下去，我跟你讲，未来你们在一块生活的成本更高。所以坦然，从开始的孩子到收入到这些窘况，包括陆老师刚才说的这一切东西都摆在桌面上，不要去愁那28万8，不要那么卖力气。你其实对他好一点，他刚才说的很清楚，我有80%的把握能说服我父母。那你现在何去何从？给个痛快话，别一直吊着人家，人家年龄也不小了。女生可能一开始觉得对方捡了一大便宜，是吧？现在对方能拿住你，因为你退不了。你现在这个岁数，你觉得你再退，你是有代价的。对呀。你谈过恋爱吗？大学的时候谈过一段，后来就是距离太远了，然后就分了。
然后分了之后一直没谈过。没有。你们家里人给你介绍过相亲对象吗？就在遇到他之前。没有。大学毕业之后都没有，为什么不给你介绍呢？他们可能想多留我几年，好像是。说到点儿上了，这次介绍对象也是为了让你摆脱他，然后留住你在身边。一定程度上，你现在这种状态啊，处事的这种经验缺失啊，都来自于你的父母对你保护的太好了。所以你刚才说那句话，让我不禁赶紧看看你的资料。你是今年是31，有余啊。就你说了说，我可以去照顾他的前妻。哇，你说的这句话好幼稚。你现在和他的感情付出完全没对到一起，你是在追求久违的憧憬的恋爱情趣，他已经进入到一种婚姻的生活的程序里，我刀刃花钱，你们俩对不到一起，所以现在反而把你架在火上烤了。2年付出了，岁数也大了，你还必须得跟着他了，你没有那么高的优越，所以说他也看出了这一项，哎，几句话就能敷衍你，我这是为你好啊，然后呢，我没有告诉你。老婆那块儿我们在一起，我没有做什么越界的事儿，但本身隐瞒就是越界。我觉得他可以离开你，是你离不开他。所以说，如果要怪，就是你怪你父母过度的管理你，你没有经验了。但现在不晚，31怎么了？年轻，你当然有很多选择的机会，但先和他断掉这段情感，因为压根儿就鸡同鸭讲。再往深里说，你们还有很多的价值观都不合呢。赶紧分了吧，我希望分是由你来说，好不好？就这样。这是男生一个上头的姑娘，今天无论如何都会跟你在一起，明天无论如何都会跟你闹的。对，你是一个成熟的人，你自己想想吧，其他我也说不了啥。对吧？谢谢老师。好，那就请我们2组嘉宾回到门后。好，那么我们大家都很期待结果。在我们的第1组嘉宾揭晓结果之前呢，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也可以登录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好了，那我们来揭晓第1组嘉宾他们到底如何选择。来，3、2、1，请开门。他俩是不会分的，不开什么方案啊？其实大姐只是觉得委屈。对。选择出来了啊，这出来啥意思呀？还想好好过呗？还想好好过，咋好好过啊？以后我也不乱投资了。就像老师说的，有啥事儿我们俩互相之间商量，别单独做主了。哎，我其实也是说，今天跟他再走回来吧，就是因为我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儿子，我想让他有个完整的家，别到了这个年龄了，然后就说孩子也大了，然后还没有父爱没有母爱的啊，没有一个完整的家，想回家的时候，你说他都不知道回到哪面。所以说我刚才他跟我说完之后，我又走上来了。他要是把以前的这些习惯改掉，我们还可以好好干。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你们这对老夫老妻。好了，祝你们幸福吧。只要勤勤恳恳，一定能克服难关。我觉得这个一定能做得到。好，祝福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老师啊。谢谢，继续加油。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韩先生和李女士的选择，他们2个人到底会如何选择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3、2、1，请开门。我希望他们就别出来了。没出来。哟，走了，没出来。我觉得那个男生很可能他会觉得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发现这个姑娘其实是真的没有想明白，他只是完全一腔热血嘛，没错。不管怎么样，祝福他们2位吧。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